然后就是对润玉来说，就假设那个三件事：取、紧密，然后当天地，或者说复仇成功，你觉得这三件事对润玉来说最快乐的是哪一件事？当然取紧密了，因为其实真正对于润玉来说的话，他最想得到的还是紧密的爱情，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就是在生活当中，爱情这件事情也是不能强求的，一定是要两情相悦。对，然而润玉他的爱是非常卑微，对，非常就是太卑微了，都在默默付出，对吧？对，他宁愿紧密不爱他，只要紧密能够陪在他身边，他就愿意为紧密付出一切。他其实为了获得天地这个位置，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强大了之后，通过这个强大，然后获取，然后能够让他得到紧密。所以我觉得润玉还真的是蛮可怜的，就是他的这种对紧密的爱已经卑微到骨子里，真的。是，所以我们看的时候真的特别心疼润玉小哥哥。对。那既然谈到紧密嘛，就是在剧中润玉特别爱紧密，但是紧密其实不爱润玉嘛。然后那个矿路又特别爱那个润玉。那你觉得就是从你本人来说，在现实中，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选择？其实还是刚才那个观点啊，就是爱情真的不是强求就能获取的，一定是要两情相悦。对，所以说不管是润玉喜欢紧密求而不得，还是矿路喜欢润玉求而不得，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天意弄人吧。所以即使是放在生活当中，如果一个就是喜欢我的女生，而我不喜欢，我也会就是当然不会像润玉这么直接哈，就是我不喜欢你，那我可能会用比较婉转、比较优雅的方式告诉她，我们或许可以做朋友啊，对之类的。就是但是我认为的爱情还是要两情相悦。那就是小姐姐们如何才能撩到你呢？撩到我，对，就我的粉丝基本上都会撩到我呀，是吗？因为我们都是相爱相杀的嘛，对。那你要不要就是给在那个看直播的男性同胞们传授一下如何撩小姐姐的方式？男性同胞传授撩小姐姐的方式啊，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逗逼的人，我的撩估计都不知道，就是反正我觉得，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吧，就是不管你说再土的情话，不管你说，把自己吹到天上去，让就是再怎么撩妹妹，但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要真心，走心，对吧？一定要走心，就是你不能就是说为了撩而撩，而是因为你真正爱他，你真正觉得他是你值得付出，或者说是你愿意保护他的那个他，然后你才会去为他付出。如果真正只是觉得你要展示自己的魅力，展示自己的帅，然后想去耍帅，我觉得这种撩是没有任何意义，是吧？对，一定要就是你真心，就是你真正爱他，觉得你可以把自己的心交给他，然后这个时候不管你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对方都会被你感动。然后我们看弹幕里面说，小哥哥能不能来撩撩我？然后现场能不能给粉丝们发个福利啊？好呀，那我就发个福利吧。发什么样的福利呢？就是现场那个展现一下，哇，就这样吧。哇，大家是不是特别开心？还好吗？对，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正题啊。就之前其实很多人认识你是源于那个《何以笙箫默》里面的年轻版何以琛嘛。然后现在因为润玉角色被更多人知道了，就有没有一种要大火的感觉？这个其实我没有想过。我只是觉得作为演员，如果自己饰演的角色能够被广大观众所认可，我觉得这个对演员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开心，非常怎么说呢？就我觉得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就我不管自己火不火，我觉得润玉如果能被大家所记住，能够被大家认可，能够被大家喜欢，我作为罗一虚，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然后就其实对比一下，会发现润玉和何以琛有点相似，就是他的性格比较像嘛，然后表情也很少。那你演这样的角色，会担心大家说面瘫吗？其实何以琛的时候，我觉得何以琛应该比润玉要面瘫一些。何以琛的话属于是
高冷霸道总裁型。然后润玉其实属于是这个，比较温润如玉，然后后期却是心肌腹黑，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然后何以琛是真的有一些面瘫，但是润玉小哥哥，我觉得润玉小哥哥的表情多一些，比较丰富。是啊，对。然后就那个说到这个嘛，其实当时看那个《何以琛项目》的时候，很多95后他们都觉得这个年轻版何以琛跟自己是同龄人，但后来一发现，就是那个云溪小哥原来是80后，就你会介意自己的那个讨论自己的年龄吗？我不介意啊，因为毕竟确实是80后，你不能把自己说成90后，你装一装是可以的，但是确实就是80后，所以我不介意大家讨论我的年龄，只要大家就是能够喜欢我的角色，喜欢我，我就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对，其实你都不用装，就一看着就感觉像是95后。对，然后能不能给大家传授一下，就是怎样才能保持的这么好，保养的这么好呢？因为我有一帮非常年轻的粉丝啊，对，就是哇，是个好料。一起互动，我觉得自己心态就很年轻，所以心态年轻是最重要的一点。其次的话，其实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多敷面膜。对，因为敷面膜的话，皮肤可以变得更好。像我现在就是非常注意补水，补水是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项。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在征集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粉丝提了一个问，特别扎心啊。就是说，如果你听到大家喊你叔叔的话，你是什么感受？那叔叔打你小屁屁了。哎呀，叫吧，没关系，你们开心叫什么都可以。对，然后像那个上周的时候，就是月下仙人也来我们这边做过直播嘛，然后他暴露说，就是你在那个片场的时候，就是给大家经常准备各种小零食什么的，就准备的特别多。那你平常就是特别爱吃什么零食呢？我啊，爱吃的多了，薯片、瓜子儿，然后花生米，然后牛肉干，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其实，但是我有点很奇怪的，就是吃不胖吗？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但是有一段时间又特别不喜欢吃，就是可能一阵一阵的是吧？对，一段时间的，就我初中箱里面可能有很多零食，这一段时间都动都没有动过，然后结果我的小助理就把所有东西又拿出来了，一拿出来我就说，有没有零食可以吃？就会很奇怪，对，就一阵一阵的嘛，然后确实也是，吃不胖。太拉仇恨了这一点。那在剧组的话，就是谁的零食最多呢？就香蜜剧组。不知道哎。就你们私下不是会经常分享零食，是不是？可能还是我吧，就是我零食多的那段时间肯定。应该是我最零食之王。对。然后就他那个月下仙人也说，就是你特别会唱歌嘛，就我们刚刚那个展示了一下，然后现在也能不能在现场直播的时候也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那个唱歌呢？又唱歌呀？对，为难一下我们小哥哥了。又唱不染嘛。又唱不染。因为其实我说实话，不染这首歌确实还是蛮好听的，毛不易小哥哥唱的非常非常好。也给咱们香蜜加了很多分，对吧？所以说，虽然我有新专辑，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给大家安利我的新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所以我还是打算唱不染，好吗？准备清嗓啊。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灯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当然，我唱的肯定没有那个毛不易小哥哥唱的好，所以大家如果想听原版的话，就赶紧关注每天晚上19点半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吧。唱的真的超好听，然后大家都在刷弹幕说太好听了。谢谢。然后就像你接下来会有那个出新歌的打算吗？会。现在我的首张个人专辑不是我已经发行了嘛，大家可以去。去网上搜索一下叫不是我，然后第二张个人专辑的话，现在已经在筹备当中，所以说大概可能会在明年和大家见面吧。然后我看弹幕里面有些人太过分了，就还要 Q 你那个居然要跳舞，这些弹幕有点过分啊！哎，这个跳舞今天确实是刚刚才把筋给拉闪。你知道昨天杨紫老师他发了一个他3000万的福利，然后结果不约而同的，真的是不约而同。我看到你有个700万福利，对，和我用了就我700万福利同一个这个叫什么背景音乐，然后结果我就说你要不要那个来和我学习一下拉筋，然后我就现场的把这个腿放到这儿来一拉，然后结果就拉伤了是吗？就开始痛到今天，所以说呢，非常抱歉，今天就不在这里现场了。但是大家可以去我微博搜索一下我的这个微博，然后去看一下我的700万粉丝福利，保准你们笑掉大牙。真的，我昨天就看到特别好笑，真的特别有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小哥的微博看一下。谢谢。然后你作为一个成都人嘛，那个就是成都有特别多好吃的，要不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都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去吃？成都非常多好吃的，但是说实话哈，就是如果不能吃太辣的小伙伴，可能去了成都会比较难过。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吃辣的话，成都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比如说像什么各种各样的小吃，钟水饺、龙抄手、甜水面、张良粉儿，然后什么肥肠粉儿、老妈蹄花，然后火锅，各种各样的全部都是好吃的。我觉得我说这个，大家都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东西 P 到这儿，什么甜水面、钟水饺、龙抄手，然后各种各样的自带特效，什么夫妻肺片啊，什么都很好吃，但是都是辣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种辣它都辣的不一样，你知道吗？就钟水饺是这种辣，龙抄手可能又是那种辣，甜水面又是这种辣，夫妻肺片又是这种辣，就各种各样的辣，就辣到你不重样，特别好吃。那小哥哥是不是特别能吃辣？我是特别能吃辣，但是现在的话，因为算了，我就不说了，因为要不然公司的小姐姐要说我告他们状，因为他不准我吃辣，知道吗？因为我的胃可能不太好，所以说就必须要控制住自己吃辣的这个量。那现在可能就没有从前那么能吃辣了，但是我这辈子还是最喜欢吃的就是辣，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火锅。对，还是要多多照顾自己啊。对，那就是吃这么辣的话，还能保持皮肤这么好，是有什么秘诀吗？不能说天生的。当然了，刚才我也说了嘛，就是敷面膜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的话就是防晒和那个卸妆，就是面膜、防晒、卸妆这3要素，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日常护肤的必须得做到的。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可能今天我在室内，或者说我不用出门了，然后我就不用涂防晒了。我如果今天没有化妆，我只是擦了护肤品，我就不用卸妆了。这其实都是不太正确的概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做到每天擦防晒和每天卸妆，加上每天敷一张面膜。对，看来小哥是特别精致的活的，是吧？对自己比较有要求。然后那像那个，就是你是成都人嘛，能不能用那个方言给大家说一些土味情话呢？没问题。
哇，说来就来了。说啥子嘛？说那个，说有一句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你晓不晓得你和天上的星星有啥子区别？天上的星星是在天上，而你是在我心里面。哇，超级撩的，是不是？对，然后还有很多粉丝就想知道，就是你自己来说，你觉得是你的古装更帅，还是现代装更帅呢？当然，现在我觉得哈，润玉小哥哥出来之后，就我作为观众的话，我觉得都被润玉小哥哥的这个怎么说呢？不知道，就是反正各有各的好处吧。可能古装有一种，古装扮相的那种，就像咱们中国所说的这个儒雅的这种气质，然后现代的话又有这种，罗云熙的这种本身的逗比属性，可能两种感觉不太一样。所以不太好评价，所以我觉得粉丝你们可以来评价一下。对，那你更喜欢拍古装剧还是那个现代装呢？现代剧？我觉得，最近其实真的拍古装不是那么好受的，因为太热了是吧？对，大家知道，拍古装基本上都是在横店啊、象山这两个地方拍摄嘛，然后这两个地方恰恰又是冬冷夏热的地方，所以说，拍古装戏很辛苦。时装剧的话，相对来说会怎么说呢？轻松一些，但是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像古装剧的话，古装的扮相确实还是蛮好看的。那时装剧的话，就可以放松的去演，因为时装剧你就不用拿腔拿调了。时装剧的角色可能发挥的空间也会比较，根据角色来讲哈，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古装剧的话，你必须要有古人的那种气质在，所以都还好吧。但是目前来说，我可能想先拍一点时装剧吧。对。Muito legal, né? Junte-se a nós e se inscreva no canal, deixe seu like e compartilhe com seus amigos para que os vídeos sejam entregues para mais admiradores do Cici. Ative também o sininho para saber das novidades. E lembre-se que temos a página do fã-clube no Instagram, o link está na descrição deste canal. Obrigada por me acompanhar. Até o próximo vídeo, beijinhos da Aileen.